麦卡锡窜访台湾地区的计划泡汤，台湾地区当局放弃邀请才是看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天绍。近日，关于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计划率团窜访台湾地区，并举行听证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麦卡锡一天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无权告诉我能去哪里或者不能去哪里，但是他最新的回应又变了。目前我的行程中没有台湾之行。自此，关于麦卡锡是否4月份窜访台湾地区一事算是有了结果了。不过，窜访未能成型的影响因素，关键点可能还不是在麦卡锡这边。台湾地区当局压根就没敢邀请麦卡锡，才是重要看点。这件事的成败与否与一个女人有关，那就是台湾地区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佩洛西去年窜台事件就是此女操作的。但是2月1号，萧美琴在前往麦卡锡办公室之后表示，自己未与麦卡锡碰面，而且没有特别规划邀请其窜访事宜。另外，台湾地区立法部门的负责人游望坤在窜访美国之时，同样对邀请麦卡锡一事给予否认。我们要注意，麦卡锡窜访的关键不是会不会去，而是何时去。麦卡锡宣布暂未计划窜访，说的可能是实话。台湾地区未邀请或不敢邀请麦卡锡，说明他们当前不想再来一场台海军事危机。具体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台湾地区当局认识到抗中保台的政策已经失效。在台湾地区9合1选举结束之后，民进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遭到党内民众的反感和反对。这一结果又与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有关。一旦解放军再次锁台，就会重挫民进党的支持率。民进党的最核心利益可能不是亲美，也不是台独，而是维持其在岛内的执政权。当前，蔡英文刚刚更换了所谓的内阁，民意调查又反映出民众对两岸关系的严重不满，以美谋独失去了市场，所以再来一次麦卡锡窜访，对国民党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民进党当然也不会那么蠢。其次，台湾地区当局不得不在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之间2选1。前些天，布林肯计划访问中国大陆，尽管计划推迟了，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美关系的改善需要台海局势的稳定。面对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台湾地区当局不得不小心地在众议院和白宫的意愿之间做出选择。很明显，美国众院给台湾地区当局的只是一些面子上的支持，而美国政府的对台态度才是最关键的。蔡英文当局按照拜登的意思行事，可能要更保险一些。最后要说的是，麦卡锡窜台的推迟不等于两岸兵凶战危局势的结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两岸在疫情后期民间沟通的恢复，台海有可能维护一段时间的稳定性。当然，这也是中国大陆愿意看到的。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只是暂时的。如果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仍坚持台独路线，西方政客窜台事件不断发生，那就会让解放军的对台施压成为常态，甚至还会不断加码。对中国大陆而言，当前更大的战略任务是增强国力，发展经济。一个和平的台海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基于我们完全掌握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又保持着战略定力，或许等到麦卡锡决定窜访台湾地区之际，就是中国大陆完成统一的真正契机。这样的机会或许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